在构图以前呢，老师先折一张什么呀？我在构图以前，我先折一张方形的纸。这个方形的纸呢，就代表着什么呀？代表着我们一会儿需要画的4尺斗方的啊。4尺斗方是70乘70厘米，70乘70厘米的一个正方形的宣纸啊。你看它这个厚度还是可以的，是一个4尺斗方的，对，是一样的。是的，要下载个学了。看一下我们4尺斗方的宣纸啊，这是一个4尺斗方的宣纸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构图，一般情况下啊，咱们在构图以前，我会先折一下啊，跟一个田字格一样。如果你要折成米字格也行啊，也行。你看，折成这个米字格也行。但是我怕比较乱啊，其实都可以的。哦，折错了。不太会折啊，就我除了这个，动手能力确实不太行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家理解一下。然后你看，我拿一个这个红色啊，你看，好，首先我把这个格子，这张纸我给它分成这个格子啊，对，我不太会折纸，给它分成一个格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找位置啊，这个位置要怎么找啊？看好了，就是首先我这个花头画在什么地方？注意一个疏密关系的原则啊。一般情况下呀，我画花头用这个红色的这2个圈，你看啊，我画在这个中间偏上一点点，在这儿啊画一个花头，在这儿再画一个辅助花头，理解了吗？这个地方啊画一个花头是主花头，这个地方呢画一个次花头，对吧？区分出来主花头和次花头，一左一右。然后在这条横线的什么位置？你看，基本在下面微微向上翘起的地方画花苞，对吧？画一个花苞，那基本上这个构图就比较稳定，那么枝干的穿插啊，该怎么穿？你看啊，从下面你看往上折，从下往上挑起。那么你看挑起之后，这个枝干是在这里往上折上去，叫欲左先右，是这样子的，理解了吗？先往上，再往下一顶。那么剩下这些，你看细节上，你看，比如这个枝干都是这样啊，穿插一些枝干往上走啊，这些一些小叶子，我们细节就是后期加，对吧？这里你看可以再布局一个枝干，细节可以后期加，整体布局需要确定，细节在后期加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构图。对吧？整体的布局和构图，然后你看落款基本就落在这边，你看，对吧？落款基本落这边，然后你看啊，随便写点人影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啊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布局。花头落款啊，截个图，构图啊，先截个图，构图先截个图。OK， 好，截完图，然后我们一会儿按照构图来画啊，就整体的啊，按照构图来画就可以。
好，刚才我们讲过的啊，这张纸其实挺大的啊，这张纸其实挺大的。我们按照刚才说的，在这个纸张的哪一面啊，把它分为4格啊，偏左上这个地方加一个主花头，而且主花头要画的大一点，不要太小了。主花头你稍微画大一点，不要画太小。按照我们刚才的颜色啊，你看白色1个，白色2个，黄豆芽那么大啊，黄豆芽这么大，拿点3绿出来，一点点3绿，因为我白色用完了，刚好也就够我画1次的。加入4勺清水，1勺，2勺，3勺，加入4勺清水啊。加入4勺清水以后呢啊，毛笔稍微擦一下啊，擦干净，把它搅拌搅拌。你看搅拌出来，它就是呈这种牛奶状的啊，呈牛奶状就可以。整体的朝牛奶状，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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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搅拌搅拌搅拌。210节课开始看，先看210到30节课，先看210后面，然后再回到第1节课，你会看得更明白。刮干一点，刮干一点点，好了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配色。然后蘸一下玫瑰红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点点的玫瑰红。好，蘸一点点玫瑰红，玫瑰红是2/3差不多了啊，一点点曙红，笔尖呢加一点点胭脂，少量即可，少量即可啊。好，看好了啊，我们这一个包菜是怎么画的啊？包菜是怎么画的？按照我们刚才的画法是一样的啊。你看，这个是10字形的。画在这个下面啊，刚才讲过的，按照构图来布局嘛。首先像我这用手圈出来，圈出它的位置出来啊，圈好，然后确定它的花瓣啊，点一下，就这个地方开始画。这个花瓣的造型是什么样子的啊？你看，我先在这个地方呀，你看。加一条线，是不是凹起来的线？刚才加过的，对不对？这条线先加，这个花瓣大概就这么宽啊，大概就这么宽，对吧？然后干嘛把它包裹起来？你看，这个花瓣，你看给它包裹，你看啊，这是平的啊，给它你看整一个给它包裹起来，对吧？用线给它折叠啊，包裹啊，折叠包裹。这个旁边的这个地方的花瓣啊，你看往上可以翘一点点起来。基本上这个花头大小就好了，可以站着，可以坐着。如果你用线去标记之后，你就可以坐着了，那就很爽了啊！看见没有？把这个先截个图，啊，然后开始干嘛？加瓣啊，加瓣。这个地方的花瓣怎么加？你看啊，就是你线画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坐着了呀。开始加瓣啊，你看，笔尖点一下，往里边按大一点，你看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大一点。理解了吗？对，花瓣往上加啊，往上压。下面可以，你看加一个这种卷瓣，可以调一下。对，这种技法你学会了没有？这种技法你学会了吗？啊，是的，对，往上面压一下一个缺口。好，继续加，颜色调匀。我的笔是5.2厘米的，啊。好，蘸一下曙红，
你看我另外一个单瓣是怎么画的啊？中间比较高一点，哎，慢慢的，你看。对吧？中间比较高，两边比较矮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中间比较高，两边比较矮，你看这样是不是花瓣就出来了？学会没有？所以说你在第一个步骤什么？第一个步骤这个截图你要截走啊，是不是好理解？你看出来了吧？这个花瓣是不是出现了？理解给主播打个一好吗？谢谢。是不是出来了？你看卷起来的花瓣就有了啊，是吧？其实你把它，其实你们把它给拆透、吃透了，它也没有什么难度。其实你把它拆出来、吃透了，它也没有什么难度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拆透、吃透了，它也很简单了。其实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。你看外面这个瓣儿道理也是一样的啊，你看。对吧？花瓣就都出来了。对，其实你拆出来，它就也真是没什么难度的，没什么难度。对，先是4号的，是4号的链接啊。然后你看，接下来我们加什么啊？继续往上面加瓣啊。你看这个花瓣大概在这个地方加到这里一个缺口处啊，加起来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加一点曙红。你如果剩是因为你的色没有调好，蘸一下胭脂，一点点胭脂。对，你看，继续往这个上面加啊。你看这个缺口在这一点，往上按，往上按，你看，慢慢的拉，别急，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啊？花瓣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对，又滑了出去，你看。是不是花瓣就出来了，对吧？整一个就出来了啊！是不是一个花瓣啊卷起来，整一个上打开的花瓣就又出来了？谢谢萤火虫的小比心，你看出来继续加，你就像我这样按照花瓣轮廓去加，你一半一半加，蘸一下我的曙红。蘸一点胭脂啊，因为我的动作很慢，所以说你们学起来就会比较舒服一点，对吧？一个卷瓣，你看这个卷瓣我在这儿啊，你看拉长一点，拉长一点，对吧？你看朝这一边，对吧？把它整一个连起来，整一个连起来。你为什么要碰到花瓣？你能不能不要碰到花瓣？对不对？给大家应该整一个分开，再蘸一点，你可以不碰到花瓣呀。你看这个缺口处，你看啊，再往上压，你看推开，把它们衔接在一起，看到了吗？花瓣是被你连在一起的，你可以不碰到花瓣的呀，或者你可以等它干一点再往上衔接也可以啊。你看，是不是这两个花瓣是不是被你连在一起了？这是不是被你连住了，对不对？剩下的所有位置给它夹起来，就每一个花瓣的外围轮廓你加一加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点胭脂啊。每一个花瓣的外围轮廓啊，给它添加起来。你看，包括这个地方，点往上按，
对吧？给它裹起来，对吧？花瓣就被你给遮挡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一半一半的卷起来了啊。对吧？你看花瓣是不是分出来了？然后你可以加深一点啊，你看这个缺口，你可以再加一下嘛，是不是一个小卷瓣就有了？继续加啊，每一个花瓣，直到把它什么呀，往哪边加？你看看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往里边，你看一路的什么呀，往里边包裹，知道吧？对，它一直往里边包裹。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它是一路的啊，往里边包裹，蘸一下胭脂，一直往里边去包，你看。看见了吗？一直啊往里边去包，明白了吗？理解了没有？它是往里边旋转啊，向里边去旋转，对吧？整一个给它折起来，花头呢就比较厚实，因为我们的花瓣都它是包菜嘛，往里边多包的圆一点啊，别的不用管它，包的圆实一点。好，蘸一下玫瑰红，多来一点。蘸一点曙红，你看蘸一点曙红，然后你看整一个朝里边卷起来啊，你看一条线，你看是裹起来了，朝里边给它包裹起来啊，朝里边包裹一下，多包裹几个小瓣啊，朝里边包裹一下。另外一个单瓣，你看它是朝这个旁边，你看这个地方给它再包裹过来。整一个给它全部旋转起来，这样呢一个比较简单的包，它是这样的包菜会比较容易出质感。你看，对吧？它会向里边裹起来，包裹一下。你看，这样基本上啊，这个花头一个包裹的感觉就有了啊，一个向内裹的感觉就有了。再蘸一点玫瑰红，加点曙红，笔尖再加点胭脂啊！你看，整一个花球团起来，对吧？整一个花团起来，你看这样一个花不就有了吗？一个简单的啊包菜就出现了。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胭脂啊，蘸点胭脂，把这个轮廓给它盖住，你看。蘸点胭脂，你看把轮廓给它叠加出来，看到了吗？对，轮廓是不是就叠加出来了？整一个轮廓就全部都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什么？修饰一下啊，修饰一下里边的花瓣，稍微毛笔清洗掉一点啊，再次补一下白色，因为我们蘸了一笔白色之后呀，一直在画，蘸了一笔白色之后我一直在画，从头画到尾啊。你看，笔蘸一下玫瑰红。你看我这个颜料从刚开始画一直画到现在，我一直在用啊，没有浪费。你看，就是你觉得不够的时候你要补，像这种还有的可以用，你就不用去添，不用去添色。曙红，蘸点胭脂，加深一点。然后里边的这个花瓣怎么填啊？你看，笔放这按一下，一瓣、两瓣，勾勒一下。对吧？把每一个花瓣分出来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对吧？每一个花瓣给它分出来，这样能理解没有？你看花瓣就出现了，这边再点一点点啊，你看，一个一个的翻瓣啊，一个一个的翻瓣去翻。里边的这个位置，你看可以像我这样稍微多留一点啊，里边稍微多留一点就行。
是不是？这一圈花瓣不就向里边出来了吗？再沾一点胭脂啊，把所有的翻瓣，你看全部加上去，你看，沾点胭脂，加出所有的翻瓣，你看下笔快点，你看，擦，对吧？每一个小花瓣、小翻瓣全部得叠起来啊，全部得给它叠起来，哎，向里边凹进去，是不是？卷瓣就这样就已经都出来了，理解了吧？哎，好的好的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都出来了卷瓣啊？然后你看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这种地方的颜色比较浅，还得再翻一瓣什么？颜色比较浅的这种白瓣，对吧？颜色比较浅的这种小白瓣啊，加一下，沾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点的曙红，笔尖呢也需要一点点的一点点就行。这里啊，你看加一个小白瓣，我们刚才讲过的啊，就是加到这个地方啊，小小的一个白色的小瓣。你看往上压，是不是就分开啦？就往上分开的一个小白瓣，是不是都出来了啊？那整体的这个花瓣的一个轮廓以及造型啊，基本已经出现了，没有问题，对吧 ？OK， 一个包菜的花头就现在可以截图，可以截个图，因为这个造型上面可以先截个图，截完图打个1，截完图打一个1，谢谢。对，截完图给主播打一个1。然后我们来接着画什么？画这个包裹啊，包裹着这个花啊，包裹着花。玫瑰红都是水，洗一下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头啊，整一个衔接起来啊。因为其实画包菜牡丹，你只需要把中间这个花头画好以后，剩下的就很简单，它只要包裹心强一点就好，沾点胭脂。你看，接下来的花瓣都是往上卷，往上卷啊！你看好了，向上给它卷起来啊，向上卷，你看。向上卷起来，然后呢，整一个花头啊，给它遮住，蘸一下玫瑰红，好的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，蘸点胭脂，所有的花头给它遮起来。你看怎么遮的啊？利用我们的什么法？填空法。你看，在这个地方点一下，哎，笔尖给它划过来，哎，往上一下。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就给它往上走了，对不对？往上面包裹起来，再蘸一点点胭脂，你看，是不是整个都被你给包裹住了啊？这所有的花都是往上叠，包裹起来，剩下的缺口处我们盖什么？盖颜色，遮起来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，你只要能包住就行。你看，按照我们刚才画的花头给它遮起来。老动我耳机，我就一个，你还在搞搞坏了，宝贝儿。给它整一个遮住啊！你看向上走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哎，对吧？每一个小花瓣是不是都被我们用填空法填起来了？你看，是不是？每一个小花瓣啊，都用这个填空法填起来。然后你看，里边修饰一下。对吧？简单加几条线啊，给它稍微修饰一下。这样一个花瓣，它是朝一侧的啊，朝一侧走的花瓣就都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多加一点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点曙红啊，你可以多加几个缺口，让整个花瓣都有点斜斜的感觉啊，你看，对吧？可以多加一点。整一个可以翘起来一点点，然后上面的这个缺口啊，开始加一些大瓣啊，
加一些大板往上立，那么我们朝上画的花头就画好了啊！你看一会儿别着急，加一个大板，所有的大板都要往上卷着啊！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加几个这种大的瓣啊，让它朝一边给它立起来啊，朝一边立，包括这个地方啊，你看。朝一边翘起来，好，蘸一点白颜料啊，蘸一点白色的颜料，蘸一下玫瑰红。就是花头的造型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应该不难临摹。这个花头造型最难的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朝上面的造型，剩下的就没有了，它就只有这3个瓣，剩下的就没有什么难度的，就是难的我们已经讲完了。对，难点咱们已经讲过了，就在这些地方。然后你看接下来的花瓣怎么画啊？每一个花瓣你看采用这种点推过来一下，看见没有？每一个花头都采用这个方式，因为咱们今天讲的就是基础款，讲的就是基础款，不难啊。你看朝这个地方我合一下，对吧？加起来把这个卷瓣里边的空缺给它什么呀？盖住。对，讲的就是一个基础款花头，所以我哪怕它画大了，它也是简单的方式啊。好，再蘸点胭脂，你看缺口给它盖起来，每一个缺口全部盖住，理解了吧？每一个缺口全部盖起来。好，那这个花要出来，那还有这一边的花头啊，也要把它画出来。按照刚才我说的点按点点压点的方式，你看把它压出来啊，再来一下。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，你看点大一点，推过来，小一点点，小小大，看见了吗？通过这种点按点小小大的方式，你看再加一圈花瓣出来，大不大？是不是很大？这个花对不对？大花球。看，你只要会点会按就可以。大一点这个地方衔接一下，衔接一下。谢谢。你看这个地方衔接一下，然后呢，用点胭脂把它的花瓣分出来。因为我今晚上教的就这种简单的基础款。你看，给它衔接衔接，对吧？衔接一下，每一个花瓣啊，就凹进去的，就用点，都可以用点用按凹进去的啊，你就用这种，当然最好是用点的啊。那你如果说你用，其实也没关系，影响不大啊，影响不是很大。你看，点按没有分寸，这个本身是一个自由，它就是自由发挥的啊，自由发挥。OK。这样呢，我们朝上画的这个花瓣就出来了啊。中间勾勒一下，你看勾勒一下，这样一个朝上的翻瓣就有了。那么接下来画什么？来，我中间我用一条线去表达好吗？我一条线去表达，就是把所有的卷瓣都抠好，所有的卷瓣抠起来啊，蘸一下这个玫瑰红，补起来啊，所有的卷瓣都补起来，谢谢。都在认真的点赞，其实赞赞挺多了啊，可以了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地方，笔尖你看在这点一下，谢谢大家啊。你看笔尖点一下下，哎，翻过来一个小卷瓣，把这些空必须得盖住啊，你不盖住的话一会儿不好看哦。对，把这些空给它先盖起来啊，空给它先盖起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找什么呀？找一个花瓣的翻转位置啊，翻转位置，你看这个位置怎么画的？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点一下，看见了吗？我加过来了一条线，是不是加一条线过来？你看这里我再加一条线，这里呢我再加一条线啊，看到了吗？我加了3条线。毛笔蘸一点白颜料啊！现在我教你们如何用这个线的辅助法画出这个带缺口的、带凹进去的大花瓣啊！笔蘸一下玫瑰红，因为你画大瓣，很多人这个大瓣它的一个翻转的角度是画不对的，那你看过来怎么画？蘸一下曙红，
我们采用就是不是常规的这个啊，你看笔尖点在这个地方，你看顺着线点按下去，笔越按越大，你看越按越大，然后拖起来，看到没有？越按越大，往上拖。啊，笔越按越大，向上拖，理解了吗？然后你看另外一半啊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瓣，其实衔接在一起，你看，也是往上拖啊，也是往上拖。然后你看整一个是同方向的，看到了吗？它是同方向的，看见没有？画完以后蘸胭脂，你看，再反过来再画一遍，你看按下来，理解了吗？反过来再画一遍，理解打个一，你看，理解了吗？对，它是反过来，你又加了一遍，又是个复笔，对，这样画出来你一个花瓣就够了啊。像你看，如果颜色不够深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再加一下。颜色不够深，可以再加一下啊，可以叠一下，让它叠到一起去。对吧？一个卷起的大瓣就出来了啊。对，就用3条线去表达，3条线覆盖一下就好了。3条线啊，然后你看继续的这一边啊，再加一个瓣，你看，因为这种红色的花头的这种卷瓣，你看，点按一下，慢慢的按，你看推过来，修饰一下旁边的小瓣，让它有点缺口啊。对，这一圈是往外开的，是的。学会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对吧？然后你看，我再加一个瓣啊，这个花的花瓣，你看我画这么大，一条线一条线啊。然后你看这儿再来一条线往旁边，这里再一条线往上面，好，这儿再一条线往这儿，对吧？我分了几条线给你们去画，这种层次好喜欢。对，其实不难啊，其实不难的，其实不难，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画就行啊。按照你看用线去表达，然后这样子你画出来的花头啊，基本上它不会大了，因为我们包菜要中间包，然后两边伸展，对，中间长两边短，是的，它一定是这样子。对，不难哈，简单吧？然后你看顺着这个小边往上按，哎，按一下，推拉出一个瓣瓣，一半啊，一半。好，继续的，你看。又一个瓣啊，又一个瓣。只要是你们每个人能够理解就行。你这个线怎么画，其实是你们的自由哦。对，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自由。这么喜欢我画白花吗？来看这里啊，是你每个人自由，你想怎么画都行啊。你看反过来加一个瓣。对，就是主要就是你们能够按照我的操作来就行。对，你们每一个人的话，按照我的这个操作来，就一定能够出来。就是按照我教你们的方法去画，就一定能出来。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。因为大家现在学，你看就是一个技法嘛。你看往外面，你看慢慢的挪，哎，是不是这个花瓣又出来了？对，花瓣大小好控制，你不会画出去，很多人画的没形了，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了啊！你看是不是出来了？好，蘸点胭脂啊，你看玫瑰红、曙红，蘸点胭脂，我们进行反向画啊。对吧？反过来再来一半，中间你看，给它是可以添一下啊，添一下一个小瓣，对吧？左右两边你看啊，再添点小瓣。
学会了这个方法了没有？这方法你学会了吗？对，放必须放。就是咱们画熟练以后啊，是不用加这个瓣儿啊。对，就是你画熟练以后是不用加这个瓣儿，但是你，就是你在画的不熟练的情况下，你加个线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啊。就是在你还不是特别画的不是很熟的时候，你再加一下，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坏处吧，对不对？你加一下，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坏处啊。你不会把它画坏掉。理解了吗？啊，这个大瓣你理解了没有？对，而且不会越画越大，基本就这么小了，这画就这么小，不会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啊，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再加一个花瓣给它托起来，你看托着啊，这样子托一下啊，托一下。就是我其实很害怕你们画的很大的那种，我特别担心，因为很多家人们画的花头特别大。你看，这样基本这个大小就控制住了，它基本就控制的比较好。基本上控制的就比较好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。然后你看，我接下来的花瓣也是一样啊。你看我从这个地方翘一层，对吧？哎，翘2层，翘3层，你看，分3层花啊，往上走。蘸一下玫瑰红，就是你按照我这么去画，反正就很好控制大小了啊。玫瑰红，这花是歪着，它就是歪着的，朝下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这个花瓣怎么画？你看笔尖在这点一下，分开一个瓣啊，一个小瓣。你看这个下面的瓣也是一样，你看往上拉，衔接在一起先，然后你看慢慢的往上推大一点，要慢慢往上推就行，对吧？往上推。这个花瓣就是反向的啊，反向你看，所以说你画出来的花瓣，反正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套路去走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这是总结过的啊，就是给大家总结了一系列这个经验啊，分享给大家。你看，对吧？这是通过很多总结出来的，它很好用。你看，哎，反向叠一下，一定要有反向啊，是不是？又一个花瓣窗，它是卷着的，卷着向上走的，所以很神奇，是吧？然后整体的修饰一下，人在这里啊，整体修饰一下下，沾一点点胭脂，一点点胭脂，你看啊，哎，给它合一下，哎。中间给它叠起来，对吧？这个花瓣你看就比较大，对吧？好了，你看这样我们这个花啊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再一直加瓣，要有点缺的，不要总是画的那么完整啊。对，人在这里蘸一点曙红，这个花头比较大。这个花头比较大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4尺斗方的，花小的话，这个花头就不好看了。得有20几厘米，有20几厘米啊，对吧？这个花头就出现了啊。下面这些缺口的地方可以补一补啊，补几个小瓣儿，但是不要把它补齐了哈，不要把它补得很整齐，可以补点瓣，但是不要整齐。这个花都是歪着的，有点歪，就倒在一边啊，倒在一边。你看这样的花瓣造型，它也是比较有趣的，就是不会说千篇一律，你就是很少出现你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情况。你每天画一样，你不会腻吗？对不对？你天天画一样，一点造型没有变，会不会腻？反正
我容易腻啊，对吧？加几个小瓣儿，对啊，会腻的。所以说我们要偶尔你看调整一下这个，你看，哎，这一块稍微虚一点啊，这一块稍微加虚一点，你看花瓣一丝一丝的拉开的多好看，对吧？特别谢谢。对，这样呢，这个花头基本就完成了。它的造型其实不大，如果说按照我们常规画法，那肯定就大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肯定就大了。按照常规画法的话，大的不行了，直接，是不是？对，总有一个颜色也会腻，是的。好，花头完成了，这个花头就画好了。喜欢的话点个赞，然后把花心儿给大家点上啊，花心儿给大家点上。偶尔换换口味啊，就会很舒服，对吧？然后花心儿给你们点上，这个是个爆炸蕊啊，这个蕊非常的炸，对，非常的炸。这个蕊是比较炸的啊，炸点好看点。加上这一款花头呢，也是一个基础款的花头啊。好，我们把蕊先画上，反正我们就画到10点半，应该是包住了吧？对，我就画到10点半啊，画不完我明天早上画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明天再画，行吗？啊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把这个花，把这个里边加起来。今天这个花蕊要用的颜色有点不太一样，我用的是这个颜色。藤黄啊，藤黄。对，我这个颜色用的是一个藤黄啊，藤黄，比占藤黄多来一点，加点什么？加点花青，看它是不是变绿了。你退出去重进就行，是嘉轩。藤黄加上什么呀？花青，藤黄加花青，藤黄加花青啊，然后太白。对，藤黄加上花青，用点太白，看到了吗？这个颜色会好看，藤黄加花青加太白，它有点这种绿色的质感就来了啊。藤黄加花青加太白，它就会出现一个绿色的感觉。然后你看这个是怎么画的啊？中间比暗一下，看见了吗？暗一下，中间比较高，你看中间比较高，两边比较矮。看见了没有？压出来，对，还没有，是的，你看看压一下，压一压就好了，看到了吗？这样一个啊，我们的雌蕊啊，雌蕊，然后毛笔清洗一下啊，毛笔清洗一下，快的啊，快的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白颜料。对，这样白呀。如果大家着急看的话呢，你着急 ，OK，请看好了啊。我们蘸一下这个啊，笔拿一点我们的玫瑰红啊，笔拿点玫瑰红，加一点什么呀？玫瑰红蘸点什么颜色？白色，调成粉红色啊。玫瑰红蘸点白色，调成粉色啊，调成粉色，看到了吗？然后你看，点一下。点一下，你看啊，点两个小点儿，啊，点两个小点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你看，上面开个小花吧，1、2、3，看到没有？开一朵小花出来啊，开一朵小花出来，这样会吗？跟仙人掌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开一朵小花出来，类似于我们的仙人掌。看到了吗？理解打个1啊！全部开完之后稍微修饰一下，对吧？稍微修饰一下，然后呢，蘸一点这个叫胭脂，蘸一点点的胭脂啊！你看，蕊都嫩嫩的，你看，哎，往下勾。
对吧？往下勾，稍微修饰一下，对吧？稍微勾勒一下，修饰一下，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啊，这个雌蕊就出来，然后用点胭脂点中间，中间点一个啊，这个胭脂点在中间，对吧？一个小雌蕊，学会了啊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来开始啊。对，是的，要观察，要观察啊。然后我们蘸点什么呀？白色的这个纯白颜料，纯白颜料，拉点丝，因为很多家人们这个蕊是点不太好的，那这种大花头的蕊它更难点，它更不好点，所以你看啊，笔蘸一点这个叫纯白色，比较细的情况下去拉丝，这个丝是怎么画的啊？你看这个蕊丝是怎么加的？你看这里生发出一支一，看到没有？蕊丝啊，简单的向里边叠一叠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。刚才有个家人说，对，它是要包起来的，是的，所有蕊都是受花瓣的限制压进来，所有的花蕊都受限制压着，对吧？向里边包裹起来，然后蘸白色的颜料，就会很简单。你看好了啊，黄色挖一坨放在一起，黄色挖一坨，谢谢，压在一起。你看这个蕊怎么点啊？看到没有？一个白色线上面大概是加3个蕊，一条白线上面大概加3个小点，一条白线上大概是加3条线，明白？3个蕊，明白了吗？一条白线上面大概加3个点点，这样你加不会加乱。很多人加啊加就乱了，乱七八糟。你看一条丝上面加3个点，找丝儿你还找不到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丝你还怕找不到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再继续的啊，往里边压一压。它是往里边压的啊，往里边压。OK，啊，对，你看这样一个蕊就出来，它是包在一起的，包在一起的，明白了吗？一条丝上3个蕊，是的，它就包起来了，就可以了。这样一个，因为它是含在里边的，不要让它放出来，不要放出来。啊，刚才我们讲了啊，主色调整啊，主色调整，辅色不动，辅色不动。好，把毛笔清洗一下啊。把这个花青和这个白色调整一下，底色是白色加花青啊，白色加花青作为底色使用，因为后面那个画的微微有点发白，会比较美一点点。然后后面这个花瓣呢啊，也尽量画的啊稍微的虚一些啊，花瓣层次不用太多。花瓣层次不用太多，简单一点就行。好，白色颜料啊，
底色白色加花青，然后你看我调的是玫瑰红，稍微多来一点点，就稍微多一点点啊。因为第一个瓣还是得画的稍微的深一点颜色，后面花瓣颜色慢慢的调浅，加一点曙红。颜色没颜料了。加一点曙红。笔尖沾一点点的胭脂，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花瓣画到上面去了啊，花头画在上面。这个花要怎么画呢啊？忒干净，还好吧？你看我们的花在上面啊，确定一个花头的包裹方向啊。你看我在这哎，画一条线，画一条线啊，这儿来一条线，哎。加几条线，看见了吗？对，咖啡勺那种小勺就行，加几条线，然后你看花往外面画过去。好了啊，这个花有点扁扁的啊，夹的扁一点点啊，夹扁一点。好，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花瓣就行了。然后你看，继续压，压你还不会压吗？你看，哎。是不是啊？这个时候花瓣明显它的颜色有点微微的区别的，咱们先不着急，先不着急，先把这个底瓣先画上去，先画上去啊。对吧？是不是都往上出来了？这个花瓣，你看往上包裹一下，而且这个颜色越用越淡，就是越来越淡，不要一直都是红色啊，颜色慢慢的把它变浅。你看颜色是不是越来越浅？越往上画你越浅啊，沾一点白色，一点点玫瑰红。你看我的颜色比较浅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刚才这个上面不是加了一条深色的线嘛，所以我必须呀，哎，你看这个花瓣，简单吧？是不是出来了？所有的这个啊，你看颜色。向上面去加啊，往下压。这个花瓣呢，你看微微的偏白，但是你现在不要着急把它啊画的很白很白啊，慢慢它就变白了啊，慢慢就变白了，你看，是吧？开始颜色变浅了。我得去尝试一下哪款小楷笔好使，我再给它上啊。好，继续加，你看，我得用过才知道啊。好，往下压。你看，往下慢慢的压，慢慢的压推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花瓣向里边夹扁了？看见没有？是不是夹扁了？明白了吗？把花瓣啊整一个夹扁的状态去压啊，压扁扁的啊。继续的，你看我抛一笔白色，然后我的颜色就会越来越浅，就是我的颜色越来越淡。那么在调玫瑰红之前，我加了一个什么颜色？加一个花青，这样的白花瓣就出来了。先调一次花青，对，先调一次花青，调完花青之后，调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的曙红，就调一点曙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，然后往上面叠花瓣啊，花瓣往上一层层叠，你看，在画的过程中啊。这个玫瑰红的含量将随着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少，对吧？你看，随着我们的画，你看颜色越来越浅，明白了吗？随着我们画的过程中，慢慢的就没有颜色了。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很淡？继续的沾一点白色，再加点花青，
加一点点的玫瑰红，你看越来越少了，慢慢的到最后就没有了啊，到最后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一圈一圈的往上叠，一圈圈往上叠啊。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浅浅的了？而且你在画的过程中可以深浅穿插。什么叫深浅穿插？就是深的地方你也可以再加的红色再加多一点啊，再加多一点。你看啊，有的花瓣什么呀是往下压的，下压的。你看点这儿，按一下，毛笔呀，用的毛笔啊，对吧？往下压。边压边画啊，边压边画，这个地方给它衔接起来，对吧？上下两边加在一起，中间夹扁啊，中间夹扁，简单吗？上下两侧画，向中间加，向中间加啊！你看这边也是一样。对吧？对，出分是5.5的。你看，把这个扁扁的花给它夹出来，中间给它用什么？用胭脂给它盖上去啊！也要使用点重色，因为你前后两侧重，中间颜色浅，两边浅，中间深，花头会更显。你看，是不是更显？你看。所以说，你只要下笔轻一点，基本问题都不大啊。其实今天晚上的花头呢，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角度，它的角度啊，它是朝一个旁边走的，大家画着有点拗手。但是你看，中间给它盖起来，中间全部给它填起来，这个花就出来了。加扁画一朵扁的花啊。画一朵扁花，对大家其实我们这边赞赏也挺多，大家累的话可以欣赏一下，偶尔点点赞就可以。其实赞赏挺多了啊，对大家辛苦的话，你可以欣赏一会儿，对，欣赏一会儿。对，都是基础花瓣。对大家累的话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们每天晚上有10万就够了啊，就10万就好了。太累了，点手点麻了啊！然后蘸点胭脂，对，欣赏一下啊，拍拍屏，聊聊天啊，发个消息给我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OK 啊 ，OK， 这样呢，你看简单的这个不对，不能说简单，就这个花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怎么画啊？接下来画什么？你看。我基本上在其他地方我也就不加什么叠瓣了啊，不加叠瓣。你看我毛笔清洗一下啊，用一个浅色去表达。对，这个花心它就是这样，我稍微清洗掉，用一个浅色的花啊，用一个浅色去画。画什么呢？你看这些地方啊，你看可以像我这样，哎，向旁边画，哎，1瓣、2瓣、3瓣，看到没有？我画的是线，画的是线。你看这一边1条线。2条线、3条线，啊，画几条线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会比较方便你们啊，大家会方便一点画起来。你看这个花瓣，你看在1条线，用线去表达的话，对大家其实会相对来说方便一点点。OK 啊，我们加完线，画完线之后，顺着线去加就好了啊。笔蘸一下白色加花青。蘸一点这个啊，再放点花青。对，我们就花瓣上面我就不加了，好吧？你要看白的是吗？你看加花青，来一点点的什么呀？玫瑰红，一点点，因为我刚才给你们加线的时候使用一点点的曙红的，用了一点点曙红，所以需要把色彩给你们给区分出来。你看啊，笔尖点一下，你看，哎。对吧？推上去啊，这个颜色是比较薄的，不浓啊，不浓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颜色非常的薄。
就最好是没有线的啊，因为有线的话我还得去覆盖一下，没有就是你直接画出来没有线其实是最好的，我就不用去覆盖了，因为有线我得把这个线给它遮住呀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所以下次啊，你们要是多来，经常来直播间，我就线就不加了，你们知道是咋回事就行，好不好？加线覆盖其实对操作起来，你看会很多失误啊，好吧？蘸一下我们的白色，你看，多放点花青，多放点花青啊，放点花青，放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点，我放的越来越少了。对，对，它是的确是不画，理解着啊，它很那个覆盖不好的话就很麻烦，对吧？你看我又要，不然晕死，不然我又得又得去覆盖线，就是其实很容易会有失误的啊，你看，怕翻车哈，花青加点这个啊。继续的啊，另其他的翻版都是一样。压出来一个翻版，都是花青的一个浅色。对吧？全部是花青。对你加点线的话，它就会很好长，能把花青撑起来。对，那个说的很准。对，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。你看所有的花瓣都撑起来，蘸一下花青。这个花呢，就是颜色比较薄，但是它干完之后颜色也很显。它只是看上去颜色比较薄，但它一旦干了啊，花头也是很显的，对吧？出来了吧？翻过来填呀，填一下这个重色吧，把它压一下。就如果说你们不加线的话，就不用压了。不加线的话，这个花瓣压都不用压，一点不用压，直接画就行啊。然后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啊。如果你需要像我一样在笔尖啊比较漂亮一点，那你看刚才用剩下的这个绿色，你看，擦一点这个绿绿的啊，在边边上，在这个笔触边上，一点点就行。颜色呢也比较薄的啊。你看我在这个上面划一个大瓣，点，你看按下来。对吧？压点这个淡绿色，底色稀的话，要求的话就是要求你底色稀一点啊。底色太干了，它并不好看呀。底色干了它并不美啊，你干了它不美哦。好，再加点绿色啊，底色干了不好看的。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这个曙红，底色干了肯定就很稠很黏腻，它肯定就不美，肯定是这样子，对吧？它花瓣外有一圈淡淡的绿色，有一圈淡绿色，整体的修饰一下，对吧？啊，你看，整一个，我这不是在直播吗？直播了没办法通过呀。对吧？这个花瓣啊，对，它就很黏，而且你底色很干的是画不了，
底色很干的家人们啊，你是画不了这种大瓣的，你画不出来大的。对，你底色很干，你是绝对画不出大瓣的，因为大瓣要求底色非常的润啊，它不润它怎么出大瓣？它要求底色非常的润。你那个底色如果很黏的话啦，它笔拖不动啊。蘸一点花青，蘸一点玫瑰红，点曙红，因为它推不动就麻烦哦。对吧？加点之后，你看浅色，小号的啊，小号的笔画的，你看基本上这样一个花头就已经呈现出来了。上面可以再加一个瓣，你看，点往上按一下，对吧？有这种颜色啊，比较红一点点的啊，去调整，对吧？稍微绿一点点的，你看这个花，你看压出来。这样画出来，你看它的花瓣就是有浅绿色的啊，这种质感。所以说颜色要搭配的好一点，不阴。对，颜色一定要搭配的相当的到位一点点啊，相对来说到位一点会好看一点点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花头就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花头啊，跟咱们下面那个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它这个头得稍微的，对吧？跟咱们刚才那个不太一样，因为它这个花头是有点虚的，有点虚。你看，你中间可以像这样分割啊，它是夹在一起的啊，对吧？它是夹住的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说想画一些稍微大点的内容啊，那可以，你看，把它画的圆一点，蘸一下玫瑰红、曙红，蘸点胭脂，你看，花瓣把它画大一点都可以，你看。对吧？那一块的花瓣可以加大一点点啊，稍微加让它加出去，画到画面的外围去啊，就让大家觉得啊，你的花已经往外面走了。蘸点我们的花青，来一点点。好了啊，可以了，不加了啊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可以了，就比较宽啊，比较宽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里边这些地方，你可以画一些花苞什么的，这都是很自由的，对吧？花苞，你看你想画的那种白色系一点都可以啊。花苞画在左右右侧这个地方啊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。蘸一点曙红，蘸点胭脂。你看你怎么样画的花苞会啊？稍等一下啊，你怎么样画的花苞会比较富贵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圆厚实的花苞才比较富贵。来，我这里画一个花苞，大概这么大啊，这么大。你看，我会基本上你看用一个什么？哎，看到了没有？我用这个尖尖角干啊？尖尖角把这个花苞的这个小叶子给它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先留一下，这样简单吗？先把花苞的小叶子的部位先留一下，然后你看啊，笔尖点向上一摁，看见了吗？笔尖一点一摁啊，这个花苞你得画的仙儿一点，就是白中掺绿的质感就出来了，明白了没有？要白中掺点绿的这个质感啊，它就容易出来，有点像苹果色的颜色。对，就是最好是这样，就有的家人已经习惯了啊，左一笔右一笔，中间加一个圈这样子也行。但是我个人理解，这样画你稍微花点时间
处理起来的花苞其实会更好看。你看，有没有觉得这样处理的花苞会更好看一点点？会比较的颜色会比较淡雅一点啊，雅致一点。沾一点曙红，沾点胭脂，你看，然后把整个花苞你看向上团一下，对吧？花瓣向上团一点点，对，是小写意，是的。然后你看笔触一定要向什么？向一边去翻，对吧？翻一些小笔触出来。所有的方法呀都是一样的啊。你看，这要画成一个圆形，所以我们从哪开始？笔尖点一下，1、2，高低不平，但是光滑面一定要把它留出来。对，方法有很多，看你们喜欢哪一种。光滑面给它留出来啊，留出来。而且这个花苞得画的稍微的雅致一点，就是中间的主花头一定要是最耀眼的，或者最红，或者最白，或者最浅，那都可以的。对吧？你看这个花苞就往上涨啊，往上涨。对吧？整一个花苞都往上涨，越往上涨的地方呢越白，越往上涨越白啊。沾一点曙红，如果你不想画了，就一笔完成。给它，你看这样，点、按、小点、小一点、大一点。是不是大小一分？你看花头就出来了吧？我把镜头拉近一点啊。是不是？你大小分一分，它又出效果。然后里边空着就好，或者直接蘸一点深色把它盖起来啊。你里边可以空着，也可以蘸点深色给它填起来，对吧？提前把它位置预留一下也可以。你看，加一下小瓣儿压上去。对吧？这是压瓣，喜欢这种啊，压上去啊，你都喜欢，我觉得啊。你看往上压一压啊，你看，加几个颜色比较浅的啊小瓣，你是不是都喜欢啊？对吧？加几个小瓣，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，这个比较稳啊。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你看，轻轻的推一推，你看，对吧？轻轻推一推就好，你都喜欢啊，跟你说，把这个卷瓣给它刻一下啊，你看，对吧？用上我这专业打饭的啊，食堂大妈打饭的手法，这样子啊。专业的啊，打饭我是专业的啊，对吧？10年打饭的专业手法啦，就是抖一抖啊，对吧？抖一抖就出来了。对，我是打饭专业选手啊，我这个勺子拿在手里，我就会抖抖抖抖抖，那个菜就抖回去了。是不是啊？抖一下，就是这个勺子，人家打饭的勺子嘛，抖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就会抖嘛，你就抖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专业打饭的我们是啊，然后蘸一点点什么？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把这个蕊给它点起来啊，芯儿给它抠一抠，你看抠一抠。OK 了，对吧？这种话基本上对，基本以白色为主这个系列啊。OK， 你看，这样呢，这3个花头就画好了。太白加点我们的3绿，太白加点3绿啊。然后你看好了，这个蕊啊，只需要点一个小点，
因为它比较含蓄，它基本看不出来，基本是看不出来的，它就非常的含蓄。然后呢，我在那个上面啊，先点蕊，几蘸清水，你看，刮干一点。你看啊，笔尖像这个里边，你看，哎，1、2、3，点几个小点的啊，这个蕊不用太多，小一点点，对吧？这个蕊稍微小一点啊，然后上面这个蕊少女心是吧？哈哈，你看这个边边上啊，你看，哎。这个分布啊，就这个只要把它堆起来就行了。大家这个比较简单啊，这个蕊因为它夹着的，里边就露了一点点出来，你只需要把它这样简单点点就好了，就好了啊。简单的比较简单的点一点点啊，这个不用点太多啊。OK 了啊，这样就是我们的3朵花啊就出来了，然后可以加一下叶子，对，可以画一下叶子。对，我们来画一下叶子吧。